这是一张德国212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的尾部高清图，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螺旋桨后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呢？对比起来啊，俄罗斯的基洛级、法国的可畏级，螺旋桨后面可就要轻松很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其实啊，作为德国现役最先进的潜艇，这么大大方方的就把屁股给展示出来，实在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啊。你看，同样是作为最先进的美国弗吉尼亚级和英国的基民级，你就怎么都看不到他们的屁股。不管是在展示还是在维修啊，只要不是在水里面，他们的螺旋桨呢总是被密不透风的罩起来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稍后就会讲到。既然德国人不吝惜的给我们看了，我们就先讲它啊。这个突出在螺旋桨外面的，好像还带了一些叶片的东西呢，就叫做桨骨涡流扩散器了。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降低噪音和提高推进效率。我们分别来讲讲。水下螺旋桨的噪音呢，主要是由一种叫做空泡现象产生的。当螺旋桨快速旋转起来之后呢，贴着它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水也会被它带动着快速流动起来的。而根据伯努利效应啊，流体的速度越快，压力也就越小，而压力越小，其沸点也会越低。所以呢，随着螺旋桨越转越快啊，它表面那些水流的压力已经降来低于达到沸腾的最低压力了。于是啊，就像我们把水烧开了一样，也咕嘟咕嘟拼命的冒泡泡了。这些泡泡在散开、碰撞、破裂后，就产生了大量的声音，为声呐追踪潜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所以，潜艇想要隐身，就得不断的在螺旋桨上做文章才行啊，使它尽可能少的产生空泡。这些努力分别都有：降低螺旋桨的转速，增加螺旋桨的直径，减少螺旋桨的表面积，增加桨叶的数量，扭转桨叶的形状和角度等等。其中有着太多的冲突和妥协啊。比如，为了在降低转速后还能获得一定的前进速度呢，就需要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推动更多的水才行啊。这就需要增加螺旋桨的直径。但是直径的增加也是有个极限的，再大可能就会在停靠的时候打到船坞了，那就只能增加桨叶的表面积了。但增加了表面积，就意味着有更多贴在表面的水流了，空泡不是一样也会很多吗？于是只能减面积加数量。同时，为了尽量平衡内圈和外圈搅水的速度差呢，还又将叶片扭成了这副模样。好了，在如此这番之后呢，螺旋桨的噪音终于降到了一个很低的范围了。但还是有人不甘心啊，他们觉得要是我拿个罩子再把螺旋桨整个罩起来，岂不还能再降点噪吗？这就是美国和英国最先进的潜艇后面装着的泵推系统了。这个大罩子的确会让里面的螺旋桨呢更安静一些，而且似乎也会更加的高效。不过人家是核动力的大潜艇，把推进系统折腾得更重更复杂一点也没啥大问题，但在常规动力潜艇上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的。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战斗民族啊，所以212它既想要更安静一些，但又装不起泵推，怎么办呢？桨骨涡流扩散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抑制空泡现象的产生的，于是就带来噪音的减少了。那它又是怎么增加推进效率的呢？这个技术背后的基础其实既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也一点都不新，它早就应用于商业船舶了，只是名字稍有不同而已，叫做桨骨冒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来的。经过了几十年的验证呢，它的确是可以将大型船舶的燃油消耗量减少5%左右。整个生命周期下来啊，这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了。它是这么工作的，跟飞机的机翼非常像啊。流过船用螺旋桨上下表面的水流速度呢，也会因为其形状的不同而产生速度的不同。当这两股不同流速的水流在螺旋桨尾端重新汇合之后呢，就会在方向上产生偏转了。当每一片桨叶产生的这股偏转的水流都汇合到一起后，就会在桨骨后方变成一股更加强烈的涡流，直直的喷射出去。而它们原本呢，其实是可以产生更多推力的，它就叫做桨骨涡流。而桨骨冒起就是用来打破这些涡流的汇聚的。你看，正好挡在大叶片后面的小叶片呢，把刚刚偏转了的水流又马上给偏回来了，就使它们在桨骨后面聚不起来，所以它们也就只好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那份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了嘛。再把它移植到水下之后呢，德国人显然又进行了更多的优化，所以桨骨涡流扩散器明显就比桨骨冒起复杂了很多啊。至于它又是怎么工作的，不好意思啊，那是人家的军事机密了，我们就只好猜猜罢了。但很显然我是猜不出来的，也暂时还没有找到有猜出来的更详细的分析了。
说到这儿，我就要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总是要把自己的潜艇上的螺旋桨遮起来的原因了。因为它上面基本上就写满了整艘潜艇的关键数据了。它的形状可以暴露出其为了实现水下隐身时的最佳转速是多少，而一旦我们既知道形状也知道转速后呢，就能够计算出其输出的频率是多少了，进而将发动机的类型和发动机的转速给摸清楚，并据此来调整和训练我们的声纳系统，有点像是给它注入了一个特定的疫苗一样，让它能够更好的识别这艘新的潜艇的声学特征。于是在它面前，这艘潜艇还能继续保持隐身吗？不能了嘛！虽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德国人一点也不在意，但至少我得感谢他为本视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通常情况下，一辆时速200公里的 F1从减速到停止只需要2秒多一点，开过65米远的距离；而一辆普通的高性能轿车呢，差一点需要4秒多才能停下来，刹车距离超过100米。那么一艘速度只有20节，也就是时速差不多才37公里的集装箱船刹下车不对，是刹下船，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呢？10分钟。在停下来之前会开过2公里。对了，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了，船它靠什么来刹车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想要知道船靠什么刹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刹车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拿汽车的刹车来说吧，它的工作原理呢是让旋转的车轮跟某个固定的物体，通常是刹车碟片之间产生摩擦来阻止两者的相对运动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刹车碟片想要轮子陪自己一起进一进，两个一起进了，汽车也只好进了。那船呢，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刹车吗？好像不太可能呀。你想轮子进了，汽车之所以能够进，是因为它不可能靠静止的轮胎在地面上滑行着前进嘛，摩擦力太大。而船呢，它没有轮子，本来就是在水面上滑行的，而且一开始为了减少水面对它造成的阻力，还专门把自己设计成了一个能够剪开水面的造型。于是即使把它身上最接近汽车轮胎作用的螺旋桨给刹住，它照样也还是能够在惯性的作用下把自己划出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啊。这可怎么办呢？我相信聪明如你们呢，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那就是把螺旋桨反过来转。的确船就是这么干的。那接下来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吧？我相信就像机车有倒档一样，只需要把船挂上倒档不就好了吗？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你看人家船上是怎么挂档的，就知道这中间的区别了。后退档跟前进档一样的多。那我们就来讲讲通常情况下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螺旋桨的反转。第一种就是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桨，在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呢，它可以通过改变桨叶的角度来向不同的方向产生推力，甚至这些推力的大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调整的，非常的灵活方便。第二种呢，就是用齿轮箱了，这个跟汽车上面的齿轮箱还是非常像的。首先是可以变速，其次呢是可以反转，听起来和用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简单。第3种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了，那就是通过让发动机反过来转，使螺旋桨反过来的。你再细细品一品就能体会到这中间有多不正常了。这就相当于你要倒车入库，还得要先熄个火，然后再重新点火，还得要想个办法保证它点火之后是反着转起来的。好吧，倒呗。一次还没有对准，再熄个火，点个火，往前开点，再熄火，点火，倒进去。这车要真这样还怎么开？我不是在怀疑船长的驾驶技术只是纳闷这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要费力跑发动机里面求关注呢？原来前面2个方案都是有弊端的。可变螺距的螺旋桨由于构造复杂，所以操纵系统也跟着复杂了起来，不仅造价较高，而且维护保养也很困难，再加上更厚的根部更容易发生空泡腐蚀，更粗的骨径意味着更低的效率，所以它的应用一般都被限制在了必须要强调灵活性的船上，像那些大型的远洋游轮就别想了那装个齿轮箱总是成的吧？事实上呢，齿轮箱一般也不装在大船上，因为大型船只所使用的发动机本来转速就很慢了，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一道齿轮调速，直接接上螺旋桨就能干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大船刹车要直接动发动机了，这是权衡之后的最优解而且说句实话，轮船在占了地球表面积70%之多的海洋上开，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让它踩一脚急刹车呢？而且它也在想尽了办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雷达、超级响亮的汽笛、穿透力极强的照明等等，都可以提醒自己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
但我们就假设一下极端情况啊，万一前方突然闯出一只哥斯拉，要怎么杀？不要紧张，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实际上，每一艘船在交付之前呢，都是要做碰撞试验的。完整的名称叫做碰撞停止试验，就是在把它开到全速前进之后，再猛踩一脚刹车，看看它到底要用多久，要用多远停下来。这个叫做船舶的航迹长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船长估计当面对紧急情况时，自己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和距离。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了，大体上呢分为3个步骤。由于它跟轮船的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有关的，所以我们还要先花点时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于常见于汽车里面的4冲程汽油发动机，大型船只的发动机呢基本上都是2冲程的柴油发动机。理由很简单啊，力大可靠不挑油。至于污染嘛，暂时还没有接到海洋动物的投诉。4冲程内燃机的每一个冲程是如何工作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吧。活塞第一次向下的行程是吸气，此时呢进气门打开，雾化的汽油混合着空气一起进到气缸。第二个行程是活塞向上运动压缩气体，此时进气门关闭，混合气体在压缩下温度上升，触发火花塞点火。如果是柴油机的话，就是直接靠压缩后升温点燃的，不用火花塞，这点呢是有点区别的。第3个行程就是活塞在混合气体爆炸后产生的高压驱动下，再次转头向下走。第4个行程啊，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活塞向上回到最初的位置。此时排气门就需要打开了，废气于是被排了出去。这样周而复始下去呢，发动机就能不断的把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了。那2冲程的船用柴油机跟这个有何区别呢？就是只要活塞上下往复运动一次，就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具体是这么做的啊，活塞先是在柴油混合空气燃烧爆炸后的压力推动下往下运动，当扫过气缸底部的进气口之后呢，经过涡轮加压的新鲜空气随之从底部吹了进来。与此同时，气缸顶部的排气门打开，废气被吹出后再迅速关闭。接着在飞轮提供的惯性下，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空气，当快要到达顶部，气压和温度都足够大时，触发喷油压燃混合气体，推动活塞下行，开启下一个工作循环。所以你看，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正好是相对的。如果想要改变飞轮的旋转方向，就需要在这2个时机的安排上做点文章。而这2个时机的触发都是由凸轮机构完成的。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可以调整的凸轮机构就是关键。好了，回到刹车的3部曲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一步是切断发动机的燃油供应，虽然没有了新的爆炸做功了，但惯性依然会让活塞继续运动下去的。于是第2步就是要抑制这样的惯性运动了，靠的是将压缩气体从上部注入到气缸，跟活塞反着干。这个气体很有意思啊，既叫做刹车气体，又叫做启动气体，完全取决于它正在干的这个活是什么性质的。第3步，在刹车气体的帮助下，活塞慢了下来，并最终停住。然后呢，只需要将负责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的凸轮切换到与之前相反的位置，也就是倒车的位置，并恢复供油，飞轮就可以换个方向旋转起来了。当然，反着转的螺旋桨也就能够让轮船尽快停下来了。好了，相比起来呢，还是捏一下就会停的手刹比较适合我啊。今天的视频可能稍微有点复杂，要是你没有看懂的话，就多刷几遍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永远年轻，永远好奇。当本该使舰载机减速停下的拦阻索突然失效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先来看这段画面。2016年的3月18日，一架 E-2C 鹰眼预警机呢，正准备降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甲板上。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它的尾钩准确地挂到了第4号拦阻索上。但是画面一转啊，在拦阻索被拉到极限时呢，鹰眼却并没有完全停下来，反而是挣脱了它的束缚，继续往前冲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了甲板下方。所以它完蛋了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片刻之后，他又从甲板底下升了上来。2名飞行员，一名在意识到出现问题后呢，马上把油门推到最大，并收回了起落架；另一名则迅速打开飞机上的迫降舱门，以防他们真的掉进水里面。可如此默契的配合和沉着冷静的应对啊，反而让他们不需要再用到它。在重新拉起飞机后呢，他们成功的飞回了基地，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飞机，绝对堪称满级操作。要知道啊，这可不是好莱坞的电影特效哦。当然说到满级操作，这里还有一个，
2003年，一架 FA-18在降落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时呢，也遭遇到了拦阻索断裂的故障。虽然他没有那么幸运救下飞机，但是却依然训练有素的在关键时刻弹射逃生，至少是救回了自己一命。不过此时呢，危险却留在甲板上了。被拉到极限的拦阻索在断掉之后呢，正以超过1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往回弹过来，横扫整个甲板7名机组成员因此而受伤，其中3人还伤势严重。不过戏剧的一幕出现了，这名黄马甲平时一定热爱极限运动，只见他纵身一跃，灵巧地躲过了打过来的拦阻索，不止1次，而是2次。所以知道为什么身手灵巧这么重要了吧？击落一架隐形飞机的确值得庆祝啊！所以当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击落了一架 F-117之后呢，专门设计了一张庆祝海报来讽刺美国人。抱歉，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美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啊？于是就还击说你们压根就是碰运气，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只是误打误中了而已。但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扯了谎，真相如下。当年南斯拉夫陆军第250防空导弹旅第3营的指挥官叫做佐尔坦·达尼，他是一个特别会琢磨的人。为了打下一架美国的飞机他将所有能够找到的隐身技术的资料翻了个遍，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 F-117 虽然在雷达屏幕上不容易发现，但是也绝非完全隐形，我们还是有战术上面的空子可以钻的。什么战术呢？伟大的游击战了。第一，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都保持自己的雷达处于关闭状态，这样北约的飞机就不会先找到他们了。第二，虽然所使用的过时的 S-125 防空导弹其火控雷达很难锁定 F-117， 但是却有着不错的机动能力嘛，那咱们就放大这项能力，通过艰苦的训练，把原本需要用150分钟的重新部署时间呢，减少到90分钟不到，以此来实现快速的把它们埋伏到 F-117 可能经过的路线上。第三在北约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周围部署群众间谍，一方面随时观察和报告机场起飞飞机的类型，另一方面呢，则截获和监听飞机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判断可乘之机。第四悄咪咪的从俄罗斯搞来 P-18预警雷达。S-125 的火控雷达不是有点近视吗？那咱试试这个呗。经过测试采用甚高频波段，它的确可以探测到在24公里范围内飞过的 F-117了。于是1、2、3、4结合起来，一个游击战术就浮出水面了。你看，先是由间谍报告 F-117 的起飞，然后打开 P-18 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再把 S-125 推过去，放一个冷枪打到目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很快，指挥官达尼的机会就来了。1999年3月27日夜晚，天空没有月亮，4架 F-117 呢从基地起飞，单独去执行任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众所周知，为了隐身F-117 甚至把自己身上的雷达也给阉割掉了，所以他在平时呢是一定需要另外一架有着雷达的飞机来为自己指路的，否则跟瞎子也就差不了多少了。但是今晚天气不好，本应陪着他们一同前往干扰并摧毁南斯拉夫雷达的徘徊者电子战机呢无法升空，北约由于太过自信，也没有叫停这次任务，于是4架 F-117 就真的这么瞎着飞出去了，只带着红外传感器。他们起飞，甚至对话间透露出没有电子战机陪伴的信息呢，都被截获并送到达尼手上了。而且在连续追踪了 F-117 很多天之后呢，他们的飞行路径对达尼来说也变得容易预测了。于是他赶紧下令让 S-125 机动到 F-117 的可疑路线上，并打开 P-18 扫描天空。果不其然预警雷达的屏幕上呢出现 F-117 了。此刻它正飞行在24公里以外，但是火控雷达嘛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达尼需要一点耐心。那咱们就来看看 F-117 那边，其中一架的呼号呢是维加31，由参与过沙漠风暴的老司机帕特里克中校驾驶。他正在为了飞过山谷忽上忽下的控制着飞机，而当他将倾角拉高的时候呢，整架飞机就会像一面镜子那样反射雷达波了。很多事后分析认为这的确是增加了 F-117 暴露的可能性。但最致命的一点还不是由他贡献的，而是炸弹舱门。当帕特里克中校按下投弹钮，投弹舱门向两侧垂直开启时，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结构便诞生了。它破坏了之前一切隐形的努力。瞬间S-125 的火控雷达上一个明亮的点点闪现了出来，它距离阵地只有
8公里。于是2枚导弹飞奔而去，一枚从头顶错过了目标，但另外一枚嘛，却在帕特里克中校的附近准确地炸开了 F117，严重受损，随后坠机。不过帕特里克却奇迹般的弹射逃生了。更奇迹的是他居然能够在1公里以外的水沟里面平安的躲过了大搜捕，并最终被顺利救回。所以故事讲到这儿，我们都知道了吹牛真是没有上限的。南斯拉夫明明知道他要打的飞机是隐形的，而美国人也明明就知道南斯拉夫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但是抱歉我就算知道，还是要这么说，怎么着吧？最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2位故事里面的主角一开始是相互要你命的达尼和帕特里克中校，在这次击落事件后呢，都晋升为了上校，并且还在12年以后成为了挚友，共同出演了一部纪录片，相互之间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毕竟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出生入死了吧。